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张图哈？就是把奢侈品品牌做成了后宫的段位图。那爱马仕呢是皇后，然后剩下的呢 Chanel、迪奥、LV 和 Gucci 是4个妃子。那这4个妃子呢还内部有竞争，还有一个想上位的。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嫔、贵人和答应了。那先说一下这个图呢，仅供娱乐哈，并不代表小马自己的观点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其实主要也不是讲各个品牌之间的鄙视链，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皇后爱马仕自家内部的鄙视链。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再来看一张图片。这是之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电视剧《30而已》里面的一张太太圈聚会的照片。那除了女主角，剩下的太太人手一只爱马仕。现实生活中也有这种太太圈吗？其实我不太了解哈，因为毕竟我自己是受不了这种太太圈聚会的。日本的那种妈妈偷猫啊，我也不太会去参加的。但是我觉得日本的话呢，应该是有这种太太圈的，因为我小女儿去的是那种国际学校嘛，里面的家长就会有照片里边的这种感觉。但我的性格呢，就不太会通过太太圈这种聚会，然后去谈事情。有什么事情呢？我觉得直接去找公司、找社长面对面的谈就好了。那话题有点扯远了哈，我们还是回到这张照片上来。虽然这6位太太背的都是爱马仕，但这6个人背的包款皮质都不一样。我们先从包款上面来看，清一色的 Birkin 还有一个 Kelly， 那 Birkin、Kelly 还有康康这3款呢，都是爱马仕鄙视链顶端的包款。尤其是照片中间这款喜马拉雅的 Birkin， 可以说是稳占 C 位了。我记得之前小房子的市场价不是已经超过喜马拉雅了吗？怎么说呢？虽然说小房子的白天和黑夜市场价值确实超过了喜马拉雅，但是小马个人觉得哈，小房子和喜马拉雅的关系就像是后宫皇后和宠妃一样，你懂吗？就是无论是在大众眼里，还是在一直以来喜马拉雅的市场价值，它的王者地位都是极其稳固的。那小房子的价值呢，可能是真的会只有懂爱马仕的人才会 get 到它的这种感觉。那王者 BKC 再往下的包款呢，我个人认为呢，就是令迪、宝丽豆，然后菜篮子和花园包。菜篮子和花园包呢，我觉得地位其实差不多的。这2款的包呢，在日本还挺人气的，欧美的话呢，可能就是人气度是一般的。那最后呢，就是2424，然后是手枪包、猪鼻包，然后是 Evelyn 还有 L 巴克。我发现日本女生大街上拎 Evelyn 的也还挺多的。那确实是因为 Evelyn 呢，它的这个设计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比较简洁的，然后正好符合日本女生的审美，而且价格也是相对其他热门包款算是比较划算的一款。那除了包款呢，我们再来看这张图上太太们用的都是什么皮质？那除了一只喜马拉雅，然后还有一只 Kelly 的亮面鳄鱼皮，剩下的都是普皮。喜马拉雅我们刚才说了，绝对的王者。稀有皮里呢比较有名的呢就是鳄鱼、蜥蜴和鸵鸟皮嘛。那鳄鱼皮的地位呢就不用多说了，肯定是稳占鄙视链的顶端。那鳄鱼皮里面呢又分为亮面和雾面，工艺上来说呢，雾面鳄鱼皮肯定是要高于亮面鳄鱼皮的。再细分的话呢，就是倒 V 鳄鱼大于2点鳄鱼大于方块鳄鱼。接下来呢，那就是蜥蜴皮，其中呢双杠蜥蜴大于单杠蜥蜴。那蜥蜴皮中最难买的颜色应该就是这一只，就是这个原色蜥蜴皮了。因为非常的稀有，所以呢也把它叫做蜥蜴皮当中的喜马拉雅。然后呢再往下一层就是鸵鸟皮。我听说稀有皮里鸵鸟皮的地位有点低呀。其实鸵鸟皮的地位呢就有那么一点点尴尬，市场价呢经常在普皮和稀有皮之间游荡，但是如果是碰到成色好的小尺寸的话，市场价值呢还会比普皮更高一些。那我之前呢其实也说过挺多次的，我个人还是很喜欢鸵鸟皮的，但确实呢比较挑人吧，我觉得有些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可能就接受不太了了。我记得顾佳后来为了混入太太圈，还特意费了老大劲去买了个鸵鸟皮 Kelly 呢。那他还挺会买的，鸵鸟皮可以说是爱马仕稀有皮里性价比很高的皮质了。那颜色来看的话呢，3大金刚色、黑色、大象灰色和金棕色，那地位和名气就不用说了，转手肯定是定价以上的。那除了金刚色以外呢，普
虎皮当中，它这个奶昔白，然后还有樱花粉，也是相当人气的颜色。然后当季新出的季节色呢，也是非常的抢手的，但是人气度和市场价值变动就是比较大了，有可能刚出来的时候呢，热度还是很高的，但是过一段时间呢，市场价值就有点说不定了。如果要排个名次的话呢，那就是3大金刚色大于奶昔白、樱花粉，然后大于其他季节色。如果大家对爱马仕色系感兴趣的话呢，小马之前出过一篇超全的干货分享视频，可以去看看那一期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说一说爱马仕刻印的鄙视链。爱马仕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马蹄印之外呢，还有五角星印、流星印和 S 刻印。先来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马蹄印吧。马蹄印呢，就是特别定制的包包才会有的刻印，一般呢只有爱马仕的顶级 VIP 才有资格去定制一只包包。可以选择尺寸、颜色，然后五金材质，还有走线等等。那除了马蹄印呢，剩下3个大家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哈。那首先呢，这个五角星印，它就是代表这个包包是在爱马仕工作超过20年的资深工匠制作而成的。那他们在做包的时候呢，皮质的选择或者是走线的手法可能会更加的娴熟。然后呢，就是流星印，听着挺浪漫的名字哈。那它其实是工匠自己做给自己的包款，算是爱马仕的一种员工福利吧。流星印的包呢，正常来讲是不允许出售的，只能赠送给家人或者朋友。那最后呢，就是 S 印，传说中的员工包，一般呢也是不对外销售的。如果要给这几个刻印从高到低排个顺序的话，那就是马蹄印大于五角星印大于流星印大于 S 印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今天的视频内容仅供娱乐，因为其实买包的最高境界还是那句话，买自己喜欢的就完了，不用管那么多鄙不鄙视链的。那喜欢小马的视频呢，也别忘了点击订阅哦。祝大家都可以早日拿到自己心仪的包包，拜拜。